男人一觉醒来，身边竟然躺个丫鬟，他直接一脚将其踹下床。你为何在此？因为是你昨天晚上私搂住我，想了就翻脸不认人啊！你休胡言！男人恼羞成怒了。这时门外的丫鬟要进来为其更衣，他吓得赶紧搂紧了自己的身子，而一旁的女孩眼睛一转，麻溜的接下这活儿，拿起衣服就给他往身上穿，还一边在其腹肌上摸来摸去。摸够了没？完着呢。这个。对，就是他，他能证明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我就是因为他过来的，有了他我就能回去了，快给我！原来此前莫安安意外穿越到古代被人追杀，被权倾朝野的楚国公萧楚所救。萧楚一眼便认出她正是自己消失7年的妻子，是你。而莫安安却忘记了一切，而男人为验证自己的猜想，当即在古代吃起了火锅。他也是穿越来的，即便我不变，宫廷玉液酒，好香见好香。你是不是想死？果然妻子的口味一直没变，在蘸料里加入少许糖，味道鲜，口感好。火锅烧烤不能少。然而面对一头雾水的妻子，男人竟以为对方故意装疯卖傻，于是一气之下拿出2人的合影。女人看到后震惊不已，结果还没等自己反应过来，就被男人一把按倒，疯狂索吻。因为这一次他再也不会放手了。但莫安安却不想成为他亡妻的替身，可还没等自己逃出王府，就遭到情敌的追杀，于是情急之下误闯男主卧室。然而就在2人的四目相对中，男主顿时又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妻子。隔日听到莫安安亲自下厨，男主十分得意，看来还不算太吃到讨好。结果下一秒，只见对方一个人正在吃独食，居然没有自己的份。男人顿时气急败坏，拿走食物，可心里却满心疼爱，不希望他离开，所以隔日又被男主当场抓包。大清早的鬼鬼祟祟，要去哪儿？女人表示自己出去逛街，想吃糖葫芦。男人表面不允许她出去，但转身却给她买了整条街的糖葫芦。然而就是这么蠢逆自己的人，最后竟为了救她，搭上了自己的命。此时他才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内心。可现在宁王蠢蠢欲动，2人只好暂时收起儿女情长。2人配合设下陷阱，拿下宁王。宁王以为萧楚已死，明目张胆地强娶莫安安为妃，并且准备在新婚当天逼小皇帝退伍。没想到中了萧楚置之死地而后生之计。宁王谋反失败，被打入天牢。萧楚害怕在节外生枝，与莫安安连夜结为夫妻，办了该办的事。爱人回归，2人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。萧楚也决定肃清宁王的党羽，就带着妻子隐居山林。可没想到太后对萧楚的爱已经扭曲。你们成亲了。看到2人修成正果，他心里一阵错海翻波。为了能和萧楚在一起，不惜再次放出罪大恶极的宁王，为其合作除掉莫安安。萧楚听说安安有难之身前来营救，拼命击败宁王，杀出一条血路，不料却再次被太后所害。既然我遇到了，放弃！就在他倒下的那一刻，安安彻底崩溃，昏迷中意外回到了现代。可当他发现萧楚的命运并未改变，他泣不成声，想尽一切办法也回不去。于是带着绝望站在高楼，纵身一跃时，竟再次返回到古代。那时的萧楚还只是国公府游手好闲的世子，而太后还只是丞相府不受宠的庶女赵玉婵。为了不让悲剧重演，他劝说萧楚远离朝堂纷争，并准备在赵玉婵进宫之前将其除掉。耗子药应该也能毒死人吧？耗子药会不会很苦啊？万一他喝不下去呢？反正也没有别的办法。可当他看到赵玉婵在丞相府受尽排挤，善良的他又动了恻隐之心，同情心泛滥，挺身相护，并与她成了好姐妹。他看出赵玉婵喜欢萧楚，动了将爱人让给赵玉婵的念头。只要他们在一起，一切悲剧便可迎刃而解。只要你跟赵玉婵在一起，你就能好好活下去。可剧情并没有跟着他的计划发展，萧楚渐渐地对安安产生情愫，但也动摇不了他要将爱人拱手相让之心。隔天，莫安安就找到赵玉婵，主动提出撮合他和萧楚在一起。我看得出来你喜欢萧楚，那你可愿意嫁给萧楚？我可以帮你，我帮你追萧楚。当晚他就做了现代人最爱的火锅和生日蛋糕，邀请赵玉婵一起给萧楚过生日，趁机表白。等到萧楚许愿完成，他便默默离开，给2人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，自己则躲在樱花树下喝起闷酒，结果却歪打正着成全了自己。萧楚对赵玉婵的表白毫无兴趣，反而跑来找到了喝醉的莫安安，借着酒意，莫安安控制不住自己的思绪，主动吻上了萧楚。事后萧楚还意犹未尽，这也注定了他们还会重复之前的结局。而莫安安酒醒后依旧不死心，用计将萧楚诓去看玉婵洗澡。他就不信萧楚看完还不负责。我就是想开个玩笑呢。无论他如何撮合，萧楚依旧对玉婵不感冒，反而对安安情根深重，这让3人之间都痛苦不已。为了斩断萧楚对他的执念，莫安安只能狠下心说出决绝的话，将他推开。我就是讨厌你！不相信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推给赵玉婵吗？就是因为你压根儿就不想和你扯上任何关系。可深爱一个人又怎么会因为几句狠话就改变心意？眼看此路走不通，莫安安只能从宁王身上下手。只要毒杀了宁王，同样可以改变萧楚的命运。不料却再次被萧楚搅乱了他的计划，并用计套路他承认自己的心意。萧楚，
别死了，喜欢你，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，我再也不离开你了。得知自己爱的人也爱着自己，萧楚心花怒放，送给他一枚玉扳指作为定情信物。两人相爱的事很快就被情敌赵玉婵发现，看着最好的姐妹抢了自己心爱的男人，玉婵万念俱灭下，决定带嫡姐替嫁给了病重的老皇帝，而且在进宫前逼莫安安喝下了7日散。7天过后，莫安安便会神不知鬼不觉的死于梦中。莫安安自以为没有自己这个灾星，萧楚就会安然无恙，只是在死前，他希望赵玉婵能答应他一件事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永远都不许伤害小楚。说什么疯话！我怎么可能会伤害小楚哥哥？得到了肯定的答案，他把最后的时光留给萧楚，两人度过了美好的7日。就在最后1日时，萧楚突然被召进宫，成了辅佐幼帝的顾命大臣楚国公。等他回家，安安已经香消玉殒。小楚，我走了，忘了我吧。可当女主再次回到现代后，却发现萧楚还是死在了宁王手下。为什么什么都改变不了？我解救3次，我信不信我救不了你？于是又决定第3次参与。世人结言相思苦，相思虽苦犹不悔。不料竟回到了萧楚7岁那年。为了帮助小萧楚逃跑，决定独自出去引开黑衣人。临别时告诉萧楚，以后遇到和姐姐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一定要远离他。接着出去后就被黑衣人一刀致命。这次安安穿越只用了10几秒，但遗憾的是萧楚的野史仍只字未改，他痛苦流涕。然而就在他恍惚间走在马路上，眼看即将被车撞倒，没想到他再次遇见了那个当初送他扳指的老人。原来萧楚一直在等他，而他在博物馆看到的信，也正是萧楚写给自己的。没想到生生世世萧楚都没能忘掉自己。我存在于你的过去，而你却在奔赴我的未来。我用尽一生寻遍因果，却终生与你不得相见。但我仍愿永远等你。就在女主绝望的掉下戒指时，却突然被人捡起。世人皆言相思虽苦，犹不悔。你认识我？我冤枉吧，要报效。我告诉你，我宁死不当替身。我从来没拿你当过替身，是你，一直都是你。我绝不会再让你离开我。世人皆言相思苦，相思虽苦犹不悔。你没死。行了，世子，午膳已准备妥当，可以用膳了。你今年贵庚21啊。你竟然穿越到了7年前。